六祖慧能大师曾说，在1300年后的今天，学佛人会普遍陷入一个巨大的误区。这个误区不仅会让修行人功德难成，更会让佛法走向歧途。究竟是什么样的误区让六祖如此忧心？这个预言又将如何影响现代人？唐朝末年，曹溪宝林寺内，六祖慧能大师正在为众弟子开示。此时的慧能大师已经70多岁，但仍然精神矍铄，智慧如海。有一天，天空阴沉，乌云密布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息。寺院大殿内，几百名弟子齐聚，他们都感觉到今天的开始非比寻常。慧能大师环顾四周，目光如炬。诸位，今天我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这件事关乎佛法的未来，关乎后世学佛人的修行。大殿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屏息静气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六祖的每一次开始都蕴含着无上智慧，尤其是这种特别的预示，更值得他们用心记取。我观后世，慧能大师缓缓说道，佛法虽然广传，但真正明白佛法本质的人却越来越少。很多人学佛却不得其要领，反而越学越远。一位年长的弟子问道，师父，为何会如此？慧能大师叹息道，因为人心日渐浮躁，不能静下心来参究佛法的真谛。他们追求表象，却忽略了内在，重视形式，却忘记了本质。他接着讲述了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商人，每天都去寺院烧香拜佛，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，但他拜佛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意兴隆，家庭和睦。这样的学佛方式就像在比较贵重的香烛中选择，却不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。这个故事让在座的弟子都陷入了深思。慧能大师继续说，佛法的根本在于明心见性，不在于外相。但我预见到，在1300年后的世界，人们会把这个根本完全颠倒过来。师父，一位年轻弟子问道，130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？慧能大师说，那个时候的世界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完全不同，思维方式也会完全不同，科技会高度发达，但人心却会更加复杂。他描述道，那时的人们会生活在高楼大厦中，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可互相沟通，信息传播速度之快会让人目不暇接，但正是这种快速，反而让人失去了静心思考的能力。弟子们听得入神，因为这样的世界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想象。在那样的时代，慧能大师继续说，学佛的人会比现在多得多，但真正理会佛法的人却会比现在少得多，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走入一个巨大的误区。这个误区就像是一个漩涡，一旦陷入其中就很难自拔，它会让人误以为自己在修行，
实际上却离佛法越来越远。一位老修行问道：师父，那我们该如何避免后人陷入这个误区呢？慧能大师说：我今天所说的话会被记录下来，当11300年后的人们发现这个预言时，就是他们警醒的时候。他特别强调，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见性。但很多人会本末倒置，把知见当成根本，把表象当成实质。这就像是为了研究月亮，却一直盯着指月的手指看。慧能大师又讲述了几个预见，将来会有人打着佛法的旗号行骗，会有人把佛法当成致富的工具，也会有人把佛法变成一种社交的方式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佛法。弟子们听到这里都感到深深的忧虑，但是慧能大师的语气突然变得坚定，只要有人能够理解我今天说的话，就能够避开这个误区，因为真理永远不会改变，佛法的本质也永远不会改变。他举例说，就像这盏灯，不管外面的形状如何变化，它照明的本质始终不变。佛法也是如此，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明心见性的道理始终不变。一个下午的时间里，慧能大师详细讲解了很多关于未来的预见。他说到了人们会如何误解佛法，会如何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，会如何在追求表象中迷失自己。最可惜的是，慧能大师说，很多人会把学佛变成一种形式，把外佛变成一种习惯，把诵经变成一种任务。他们不明白，这些都不是佛法的真正含义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随即雷声轰鸣。慧能大师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，慧能大师环视众人，声音突然变得格外庄重。1300年后，末法时期的学佛人几乎人人都会进入一个最大的误区，这个误区不管修为高低，不分在家出家，一旦误入，不仅功德难成，还会招致难以想象的果报。慧能大师说到这里，神情异常凝重，众弟子的心都悬了起来。这个误区究竟是什么？为何会有如此可怕的果报？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记载着一段发人深省的开示。大势至菩萨曾说，末法时代的修行人，不管修行多少年，9成9都会落入一个巨大的误区。这个误区会让修行人在修行路上兜兜转转，永远找不到正确的方向。有的人修行几十年，最后却发现自己一直在原地踏步。这个误区到底是什么？这是发生在普陀山的一个故事。那一年的深秋，山间枫叶如火，晚风送来阵阵梵音。大势至菩萨应众生请求，在普陀山讲经说法，来自各地的修行人济济一堂。其中有一位名叫明心的年轻比丘特别引人注目。这位比丘从小就在寺院长大，10岁出家，到现在已经修行整整10年。
这10年来，他每天坚持诵经、拜佛、持咒，从不间断。按理说，这样精进的修行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，但明心的内心却充满了困惑和迷茫。尊者，弟子修行已有10年，每天坚持诵经拜佛、持咒念佛，可是总觉得内心空虚，找不到真正的方向。每次看到经书上说的境界，我都很向往，但怎么修都觉得离那些境界很远。明心比丘双手合十，向大势至菩萨恳切请教。大势至菩萨看着这位诚恳的年轻比丘，目光中充满慈悲。你不是一个人有这样的困惑，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几乎人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菩萨的话音一落，殿堂内顿时议论纷纷。原来很多修行人都有类似的困扰，有的修行了20年，有的修行了30年，但都感觉自己似乎一直在原地踏步。大势至菩萨环视四周，继续说道：你们把修行变成了一种形式，每天忙着念经、拜佛、持咒，为了完成定量而修行，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是什么事呢？明心急切地问道。你们都在追求外在的功德，追求神通，追求境界，念了多少经，拜了多少佛，持了多少咒，修了多少年，可修行的根本不在这些表面的东西上。大势至菩萨的话让在场的修行人都陷入了沉思。确实，他们每个人都在数着自己修行的时间，数着自己诵经的遍数，数着自己礼佛的次数，但内心的烦恼却丝毫没有减少。前些日子，我在山中遇到一位老修行者。大势至菩萨继续说道，这位老者修行已经60年，但每天只做一件事，他不念经，不拜佛，不持咒。这话一出，整个大殿都沸腾了。一个不念经、不拜佛、不持咒的人，也能称得上是修行者吗？明心更是迫不及待地问道，那他是怎么修行的？他每天就是关照自己的心。大势至菩萨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中。他说，经可以不念，佛可以不拜，咒语可以不持，但心不能不观。这句话如同一记惊雷，震醒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他们这才意识到，自己一直在追求的这些外在形式，反而让他们迷失了修行的本质。你们知道吗？大势至菩萨继续说道，那位老修行者告诉我，他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，每天忙着完成各种功课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一位开悟的祖师。那位祖师问他，你每天这样忙碌，可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？这句话让他顿时醒悟。他发现自己虽然每天都在修行，但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的心。从那以后，他改变了修行方式，开始关照自己的内心。听到这里，
明心比丘若有所思，尊者，那我们该如何走出这个误区？如何才能像那位老修行者一样，找到真正的修行之道？大势至菩萨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，说道：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你的心里。当你真正明白了心的奥秘，你就会知道该如何修行。听闻此言，明心当即顶礼膜拜，弟子实在愚钝，还请尊者开示。大势至菩萨目光慈悲扫过在场众人，随后缓缓开口：修行的根本在于反观自性。大势至菩萨语重心长地说：你们每天忙着向外追求，却忘了回头看看自己的心。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离开了心，到哪里去寻找佛道？就像那位老修行者一样，他不再执着于外在的形式，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内心的关照上。每一个念头升起，他都清清楚楚；每一个情绪波动，他都了了分明。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你们想想看，为什么很多人修行多年，却还是烦恼不断？就是因为他们只注重外在的形式，却忽视了内心的关照。他们以为念的经多了就是修行，拜的佛勤了就是精进，持的咒久了就能成就，却不知道这些都只是修行的助缘，而不是根本。真正的修行是要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看看自己的心是否清净，是否还有贪嗔痴慢疑。不要被外在的形式所迷惑，也不要被表面的功德所束缚。就像那位老修行者说的，修行60年，他最大的体会就是心不在经中，不在佛像前，不在咒语里，而在每一个当下的觉知中。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消失，每一次情绪的起伏变化，都是修行的机会。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才是真正的修行场所。是在与人相处时的一念慈悲，是在面对逆境时的一念清明，是在顺境中的一念平常。每一个当下都是修行的时刻，每一次呼吸都是禅定的机会。所以不要把修行变成一种负担，变成一种表演，要把修行变成生命的自然状态。当你真正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修行原来如此简单，又如此自然。记住，修行不在形式，而在内心；不在数量，而在质量；不在外向，而在实质。当你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成佛的种子一直都在你的心中，只是被外在的形式遮蔽了而已。大势至菩萨说完这些话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明心比丘的眼中闪烁着泪光，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这10年来走错的路。从那以后，明心比丘彻底改变了修行方式，他不再执着于每天要念多少经，要拜多少佛，
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内心的关照。慢慢的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喜悦。后来，明心比丘常常对其他修行人说，修行的误区不在他处，就在执着外相而忘失本心。只有回归本心，时时关照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脱之道。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对末法时代修行人的开示。他告诉我们，修行的真谛不在外相，而在内心。只有摆脱对形式的执着，真正回归本心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脱之道。每一个当下都是修行的机会，每一次关照都是向道的契机。愿我们都能领悟这个道理，在修行的道路上不再迷失方向。禅宗六祖慧能临终之际，他留下了一句经世之言：世间万象皆是幻境，唯有这件事真实不虚。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，划破了世俗的迷雾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事让一代宗师如此看重？唐朝的一个秋天，曹溪宝林寺的气氛异常凝重。六祖慧能这位年迈的宗师平静地告诉弟子们，他即将圆寂。弟子们悲痛难抑。法海禅师含泪问道：大师，您走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慧能大师安详地看着他们，轻声说道：别难过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们。弟子们赶紧围拢过来，专注地听着。慧能大师缓缓说道：这些年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有达官贵人，也有普通百姓，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烦恼和执着而来。有人执着于名利，有人执着于情感，还有人执着于修行。他们都以为这些是人生的意义。一位弟子忍不住问：师父，这些难道不是真实的吗？慧能大师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讲了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商人，他得到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，他非常爱惜这颗宝珠。有一天，他梦见自己变成一个乞丐，身无分文，痛苦万分。醒来后，他发现宝珠还在自己身边。弟子们都陷入沉思。一位弟子问道：师父，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？慧能大师说：你们想想，当商人在梦里变成乞丐时，他是不是觉得乞丐的身份很真实？可醒来后，他发现那只是一场梦。人生的功名利禄，恩怨情仇，不也是如此吗？一位弟子恍然大悟：师父，您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虚幻的？慧能大师点点头：人生如梦，世间万象皆是幻境，很多人都在追逐这些虚幻的东西，就像那个执着于宝珠的商人一样，反而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困扰，不是很可笑吗？一位年轻的弟子问：师父，既然世间万象都是幻境，那我们修行追求开悟，难道也是在追逐幻影吗？慧能大师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，他看着年轻的弟子缓缓说道：你问到了关键，世间万象皆是幻境，但有一件事却是真实不虚的。
说到这里，慧能大师停顿了下来，他看向众弟子，目光深邃而慈祥，似乎在等待着他们进一步的提问。慧能大师继续说道，这件真实不虚的事，就是你们的本来面目。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但见到这个虚妄的心却是真实的。你们本自具足，不用向外追求。一位弟子急切地问，师父，那我们该如何见到这颗真实的心呢？慧能大师说，坛经有言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你们的本来面目就在当下，它无需你去刻意追求，也不需要你去刻意修正，它本来就圆满具足。他继续说，就像那个商人在梦里拼命追逐财富，醒来后才发现宝珠一直都在他身边。你们也是如此，整日向外求取，却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是佛。法海禅师不解地问，师父，那我们平时修行、念佛、参禅难道都没有意义吗？慧能大师解释道，并不是没有意义。维摩诘经说，虽知诸佛国，给予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，教化诸群生。修行是为了放下执着，让你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就像擦拭镜子，不是为了创造什么，只是为了擦去遮蔽的灰尘。你们的佛性本就具足，只是被妄念遮蔽了。一位弟子再次发问，师父，您说世间万象都是幻境，那我们还要不要去度化众生呢？慧能大师回答，华严经有云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世间虽是幻境，但众生的苦难却是真实的。我们要明白，幻境是虚幻的，但还要在幻境中去度化众生，这才是菩萨的心境。他继续说道，就像我当年在黄梅山见五祖时，我虽不识一字，但心中明白自性本具，不从外得。五祖把衣钵传给了我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大学问，而是因为我见到了这个真实不虚的东西。慧能大师的语气更加坚定，你们记住，世间万象如梦如幻，但是能够知道这一切是梦幻的那个心，却是真实的。这颗真实的心，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慧能大师的这些话都被记录在了六祖坛经中，成为了禅宗最重要的开示。他告诉我们，不要被世间的幻象迷惑，要认识到自己本具的佛性才是真实不虚的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世间的一切虽然如梦似幻，但是能知道这是梦幻的心，却是清净本然的。这就是六祖慧能在圆寂之前想告诉大家的最后心要，而这也是他留给后世修行人最宝贵的礼物。
临近圆寂，慧能大师的声音越发轻柔，却充满着穿透人心的力量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个能感知幻象的心，它超越了所有的对立，超越了生与死，超越了善与恶。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描述的概念，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体验。当你们真正触碰到它时，所有的困惑、焦虑和恐惧都会自然消散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环视着在场的每一位弟子。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向外寻求，追求权力、财富、名声，甚至追求所谓的开悟，但他们忘记了自己所追寻的一切都源自于这颗心。就像那个商人执着于外在的宝珠，而忽略了自己内在的宝藏。你们不要重蹈覆辙。慧能大师举起手，缓缓地说道：我再说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修行人，他苦苦修行多年，却始终无法开悟。有一天，他遇到一位老和尚，向他请教开悟的方法。老和尚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指着天空的月亮。修行人疑惑不解，还是没有开悟。过了几天，老和尚又带他去看月亮。这次修行人忽然明白了，开悟不在于月亮，而在于能够看见月亮的眼睛。他继续说道：你们要明白，修行不是要改变什么，而是要认识到自己本来的样子。你们本来就是佛，只是被妄念和执着遮蔽了，所以要放下这些执着，让这颗清净的心显露出来。这不是一个需要通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，而是一个当下就可以实现的真相。一位弟子问道：师父，那我们要如何放下执着呢？慧能大师微微一笑，说道：放下执着不是要刻意去做什么，而是要认识到执着是虚幻的。就像你们做梦的时候，梦里的情境是如此真实，让你又哭又笑，但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消失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们真正认识到世间的一切都如梦幻泡影，执着自然就会放下。慧能大师进一步开示道：执着就像一层层的枷锁，把你们的真心束缚住了。当你们放下对自我、对他人、对世界的执着时，你们的内心就会变得自由自在，如同解脱了牢笼的小鸟，可以自由地翱翔在广阔的天空，而这片天空就是你们的本来面目，它无边无际，无所不在。你们要记住，这颗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它不受任何事物的污染，也不受任何事物的改变，它永远都是清净的、圆满的、光明的。当你们真正认识到它时，就会发现自己拥有无尽的智慧和慈悲，而这才是真正的解脱。慧能大师用他最后的生命为弟子们揭示了生命的真相。他告诉他们，不要被世间的幻象所迷惑，要认识到自己本具的佛性才是真实不虚的。正如圆觉经所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
这个本来成佛的自信才是世间唯一真实不虚的东西。最后慧能大师再次强调，你们要以这颗清净的心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，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要明白他们都是幻象，不要被他们所迷惑，不要被他们所束缚，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明，让这颗真实的心引领你们的人生方向。说完这一番话，慧能大师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反观自照。真正的修行之道，不是教你远离红尘，避开车马喧嚣，而是让你向内关照，当下正念正言正行，活出本源自性的光明与慈悲吉祥。愿大家都能通过别人而反观自己，进而更好地修行自己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